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先解决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速步台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那其实国服那边已经出现消息了，他们就是在下个星期就会出现，也就等于说国际服还需要等多2个星期，也就是2月24日才会出现。那么新的步兵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已经连续4次都是在70天之后就出现新的统帅了，所以我觉得很大概率新的步兵也是在70天之后出现了。那这一次的时间呢，我们依然还是跟着 MGE 的时间，不是计算亚瑟王的时间。亚瑟王是因为有活动，所以它推出的时间比较早。不过这个也意味着亚瑟王的转盘也会在2月24日的时候出现。如果是在国服的话，应该也是在2月10日的时候出现吧。关于第10代的步兵推出的时间呢，会在4月21日，这个是国服的时间。国际服的时间将会在5月5日。各位还记得前阵子官方才发了公告说奥西里斯联赛新的赛季即将要开启了吗？通常版本更新之后不会马上开启奥西里斯联赛啦，所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速步台应该还是可以出现在这一次的奥西里斯联赛里面的。但是新的步兵恐怕就不太行了，有可能要等到全球巅峰赛的时候才可以使用。因为等到4月尾或者是5月初的话，应该比赛都快要结束了，又或者是已经到很后期了。但是如果推出新的步兵的话，就是驻防统帅有可能可以克制速步台也说不定呢。当然我也知道大家在想什么东西，会不会是孙武批呀？孙武在紫色统帅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驻防统帅了，会不会有可能他去到金色的时候也是驻防统帅呀？那当然的，我也不排除这一点。当我在想这会有什么统帅出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之前我所做的一个影片。没错，我又考古自己的影片了。当时候官方就有发帖文问玩家，你们想要什么统帅出现在万国觉醒里面，然后我把玩家们所写的名字全部都记录下来，然后做成了这个影片分享给大家看。然后我现在回头去看的时候，官方确实是有做出来，这是当时候我所做出来的列表。那你们可以看到投票数最多的统帅呢，反而官方并没有做出来，但是只有4个玩家投票的速步台已经做出来了。其实那时我在做影片的时候，我都觉得蛮可惜的，为什么速步台投票的人数这么少而已？只是没有想到官方是完全不在乎这个票数到底有多少人投，他们只要想做就会做出来了。还有6个玩家投票的加查马达，还有只有8个玩家投票的亚瑟王，我是没有想到那个亚瑟王的投票率这么低。最后还有9位玩家投票的威廉华莱士，等于说官方是真的有在听取玩家的想法，把玩家想要的统帅做出来，只是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了。亏我那个影片还说前10位比较多玩家投票的统帅，结果他们选的全部都不是在前10里面的。我对比一下统帅出现的时间表，其实官方最早选择的就是加查马达，在2024年2月的时候推出，接着轮到威廉华莱士2024年7月，最后就是刚刚推出的亚瑟王还有速步台。会不会有可能选择这里的其中一位统帅呢？又或者是继续炒冷饭啊，像之前所讲的孙武批。接下来就要猜测新的步兵统帅会是什么统帅了。像上一次的步兵统帅就是小西比，然后还有华莱士嘛，一个是野战统帅，一个是集结统帅，所以下一次肯定是驻防统帅。那之前推出的驻防统帅就是哥哥。那如果官方他们想要完整整个重击伤害体系的驻防的话，那可能下一次的步兵统帅也是重击伤害，并且是可以搭配哥哥一起使用了。就是说新推出的步兵统帅他的天赋就会有重击，这样就可以提升哥哥的重击伤害效果。不过前提还是要看一下谁的主动技能会比较好一点。像会把哥哥做主将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有 buff 可以提升，假设新的驻防统帅没有任何的 buff 跟 debuff 的话，那就只能靠他的天赋。再来，如果推出新的驻防统帅的话，我觉得可以再增加一些反击伤害给他，因为哥哥这边的反击伤害有一点少，只有 10%。那严格来讲，哥哥的3维不算低啊，他的攻击力有提升 40%， 生命值有提升 30%。不过当然的，现在官方推出新统帅的技能呢，一般都会有3维啦。保守估计的话，应该都会有 20% 到 40% 左右。至于增加哪一个部分呢？我觉得防御跟攻击都会有可能啊。通常官方不太喜欢给我们生命值的。至于会不会有 AOE，我不确定 SP 朗纳尔有没有计算在内啦，因为 SP 朗纳尔他是年度统帅来的。如果没计算在内的话，上一次出现的步兵统帅小西比还有华莱士呢，都是没有 AOE 的，所以严格来讲，这一次应该要推出有 AOE 的统帅了。
但也不一定是放在租房，也有可能是放在野帐呢。但是我对于租房的期望会比较高一点，野帐的步兵统帅期望已经没有这么高了。那假设说官方他推出新的步兵统帅到华莱士为止呢，那可能这一次第10代的步兵就会比较强。但问题是在华莱士出现之后，在新的步兵统帅出现之前，中间穿插了一个 SP 朗纳尔，就是说步兵都已经插队了，所以我觉得新的步兵统帅出现的话，应该也只是凑个数目而已。但我觉得还是会有可能给一个闪星范围 AOE 吧，但是强还是不强我就不清楚，也有可能是一个辅助型的重击伤害统帅。但我是觉得说现在步兵的搭配呢，其实都已经蛮完整了，基本上都不需要再推出一些更强的步兵统帅，除非官方耍花招，他们出2种类型的统帅，一个是重击伤害统帅，另外一个是技能伤害统帅。技能伤害统帅就设计在野帐，比方说他们设计出来之后可以替换掉 CP 的位置，因为我发觉到 CP 呢，它的情况有一点不太稳定了，所以像官方推出一个新的技能伤害的步兵统帅的话，我就会把 CP 给换掉。但是不管它是出现重击伤害统帅还是技能伤害统帅也好，现在的步兵野帐都有一个问题，这里我们以刘彻还有 SP 朗纳尔做中心点，这2位统帅都是输出为主，有 debuff， 同时间也是有 AOE 的，但问题是他们搭配的副将，目前的副将啦也是有 AOE 的，所以就变成说不管他是出重击还是技能伤害统帅呢，至少都要有一个 AOE， 也必须要拥有一个比较高的防御值或者是生命值提升。当然我也有想到另外一个可能性，会不会有可能设计到专门给华莱士使用的统帅，但是我坦白说啦，现在华莱士的那个 CG 速度加成呢，真的是慢的有点可怜，就有 20% 的CG 速度加成而已，而且我相信大多数玩家应该都会选择双 AOE 吧，应该不会选择搭配华莱士之类的，除非是真的有必要用到华莱士的辅助效果啦，不然我觉得不是很值得。不过最终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于这一次推出的第10代的步兵野帐呢，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了，又或者是平平无奇，不会太过惊讶，又或者是像官方的脑回路呢，就是设计给奥西里斯联赛所使用的统帅而已，凡事都有可能发生。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你们最希望哪一位统帅出现在游戏里面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多人愿意看到孙武丕在游戏里面啦，但是孙武丕都已经讲了好几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呢，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期待了，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我们下个影片再见。